如果此刻你站在法庭旁听席，证人当庭宣称死者亡魂托梦指认凶手，你觉得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处置？现实里真的发生过一桩完全颠覆现代司法逻辑的真实案件，这件事永久载入美国法律正史，100余年从未删减篡改。所有人初见案情都会下意识判定这是封建迷信催生的冤案，但是整件案子的经手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全部是接受完整现代法学体系培养的专业精英。直到100余年之后，犯罪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学者重新调取完整卷宗，才撕开藏在灵异表象之下人类潜意识最极致的防御机制。这从来不是鬼魂作祟，而是一位绝望母亲被迫启动的大脑极限推演程序。我们先把视线拉回1897年1月23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律布里尔县一座闭塞封闭的山间小镇，镇上年轻女子埃尔瓦在数月前与铁匠特劳特结为夫妻。在当年的小镇环境里，铁匠手握锻铁手艺，收入稳定，身形魁梧，谈吐风趣，待人温和。二人并肩行走时，全镇居民都艳羡这对般配的夫妻，谁也无法预料成婚仅仅3个月毫无征兆的惨剧骤然降临。午后，特劳特结束整日锻铁劳作，推门归家，一声撕裂木屋的惨叫骤然响起，他的妻子埃尔瓦僵硬倒在楼梯地面，周身冰凉，早已失去全部生命体征。特劳特一把将亡妻抱入怀中，崩溃痛哭，快步冲上2楼卧室安置遗体。乡村医生乔治·纳普接到报案，火速奔赴民居。推开卧室房门的瞬间，凝滞压抑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按照常理，家属应当配合医师完成基础尸检，可铁匠死死守在床边，早已独自清洗完整具遗体，为埃尔瓦换上一身高领硬质后长裙，脖颈缠绕一条宽大厚重的红围巾，在后脑位置系上紧实死结。医师伸手想要解开围巾查验颈部伤情，1.9米身形，满身锻铁肌肉的铁匠瞬间兽性大发，猛力冲撞，推开文弱医生，嘶吼任何人触碰遗体便会拼上性命阻拦。医师心底瞬间升起浓烈的不安，可面对常年挥舞铁锤、力量悬殊的铁匠，自身毫无反抗余地。旁人只看见男人沉浸丧妻之痛，医师只能选择退让，草草扫视死者面部与四肢，体表没有外露刀伤、中毒痕迹，再配合铁匠不断哭诉妻子长期心悸头晕。当年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医师在死亡文书潦草标注死因是体虚昏厥诱发猝死，可真正藏着杀机的细节此刻已经悄悄埋下。隔日举办葬礼，所有到场证明都捕捉到一处反常举动，只要有人靠近棺木端详埃尔瓦的面容，特劳特都会抬手稳稳托住死者后脑。棺盖闭合的最后一刻，他特意在头颅两侧垫上2床厚实枕头。围观民众只感慨男子太过深爱亡妻，不忍心让头颅在棺内晃动，没有任何人深究这个动作背后暗藏的致命真相。倘若案件就此落幕，这场蓄意谋杀会永远掩埋深山土层之下。可凶手万万没有算到死者的亲生母亲玛丽珍，自女儿成婚之初便对这名铁匠女婿抱有本能戒备，独属于母亲的直觉让他一眼看穿笑容底下藏着的伪善与暴力。葬礼落幕当晚，玛丽珍带回女儿生前贴身床单清洗，布料进入清水的刹那，澄澈池水瞬间浸染成暗红，织物表层飘起一股难以驱散的腐腥恶臭。玛丽珍没有落下一滴眼泪，拧干潮湿床单，双膝跪地向上帝虔诚祷告。她笃定女儿死于非命，倘若魂魄尚存，定会前来诉说完整遇害真相。下葬后的第4个深夜，整座小镇陷入死寂，屋内气温骤然暴跌，呼吸间能清晰看见白色雾气。半梦半醒之间，玛丽珍感知床边站着一道人影，猛地睁眼，离世4日的埃尔瓦静静立在眼前，躯体萦绕一层淡绿色微光，面色惨白，毫无血色。他伸手想要相拥，女儿却缓步向后退开半步。接连4个深夜，完全相同的场景反复上演。亡魂没有凄厉哀嚎，
只是安静坐在床头，一字一句还原当日遇害全过程。亡魂缓缓诉说，丈夫只因当日晚饭缺少肉食，骤然暴怒冲进厨房动手殴打。话音落下，亡魂双手死死扣住自身脖颈，头颅朝后方硬生生扭转180度，骨骼碎裂的脆响在寂静深夜清晰回荡。无瞳孔的双眼牢牢盯住母亲，扭曲的脖颈挤出沙哑声线，诉说铁匠依靠常年打铁练就的蛮力，当场拧断自己第一节颈椎。连续4夜，证词分毫不差，不存在任何一处细节偏差。第5日，天未破晓，目不识丁的山村妇人马丽珍眼底裹着麻木却极致清醒的平静，独自徒步10余公里崎岖山路，径直闯入县检察官办公处。首席检察官约翰·普雷斯顿抬头看见满身泥土的老妇人，他拍桌直言女儿亡魂托梦，亲眼目睹脖颈扭断的全过程，指认铁匠便是杀人真凶。第一层反转随之而来，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妇人深陷悲伤，精神错乱，产生虚妄幻象。可真正让资深检察官脊背发凉的是，马丽珍全程没有嘶吼哭闹，条理清晰，精准完整复述亡魂告知的全部隐秘线索。案发当日山间阴雨气候，厨房散落碎裂瓷盘，死者胃内残留熟食种类，铁匠刻意遮蔽脖颈的全部反常举动，这些细节精准到绝无底层农妇凭空编造的可能性。普雷斯顿深耕律法多年，从不信奉鬼神之说，却笃定完整逻辑无法人为捏造，即刻传唤乡村医生纳普2次问询。医师无法承受层层质询压力，羞愧坦白当日因畏惧铁匠的暴力威胁，刻意回避颈部关键查验。第2层反转正式出现，检察官做出当年惊世骇俗的裁决，申请开棺重新勘验遗体。数名法警与专业医师奔赴墓地，铁锹刨开土层，撬开棺盖的瞬间，在场所有人集体倒吸一口凉气。遗体虽出现自然腐烂痕迹，解开那条厚重红色围巾后，致命伤痕完整暴露在众人眼前。死者第一2节颈椎彻底断裂，气管完全挤压变形，脖颈留存宽大指印。只有常年从事重体力锻铁劳作的人才能留下这般痕迹。亡魂描述的全部行凶细节与尸检结果严丝合缝，不存在1毫米的偏差。铁匠特劳特当场被警方逮捕，轰动整个美国的庭审正式开启。被告席上的铁匠耗费重金聘请本地最擅长诡辩的辩护律师，律师扫视台下朴素单薄的马丽珍，心底笃定掌握翻盘突破口。当年司法体系只认可客观物证、现场人证、实体痕迹，鬼魂托梦从来不属于合法有效证词。只要坐实老妇人精神失常，整套证据链会直接崩塌。交叉质询环节，辩方律师刻意铺设心理陷阱，步步引导马丽珍完整复述4夜亡魂显灵的全部经过，当众刻意挑衅发问，质问他是否因过度思念女儿催生幻觉，或是邪灵伪装亲人刻意编织谎言，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法官、12名陪审团成员、旁听民众全部紧盯这名老妇人，所有人预判她会情绪崩溃落泪。第3层反转骤然降临，马丽珍挺直脊背直视律师双眼，嗓音沉稳坚定，自带肃穆厚重的力量感，清晰回应自身神智始终清醒，没有产生半分虚妄幻象。女儿肉身埋入黄土，含冤魂魄此刻正漂浮法庭穹顶之上，旁人可以质疑老人的心智，却无法否认依据颈椎断裂的冰冷遗体。这绝非主观幻觉，是上帝借亡魂之口向法庭递交一纸正义传票。整场3日严苛质询流程，无论辩方律师反复更改话术，铺设层层圈套，马丽珍描述托梦的全部时间，画面细节从未出现半点改动，稳定的心理状态与高度统一的完整证词，彻底撼动12名陪审团成员。退庭商议1小时10分钟之后，全员达成统一裁决，特劳特1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3年之后，这名施暴恶魔在监狱内离世。绝大多数观众此刻会默认，这是一场依靠灵异证词换来的正义胜利。可第4层终极反转才刚刚拉开帷幕，
检察官普雷斯顿顺着已掌握的全部线索深挖过往，挖出一段让整座小镇集体失声的黑暗过往。特劳特从来不是一时冲动失手杀人的普通丈夫，他是典型反社会人格连环杀妻凶手。迎娶艾尔瓦之前，他已有2段完整婚姻。第一任妻子不惜背负当年社会人人唾弃的离婚污名，也要拼尽全力逃离这名铁匠。留存完整卷中清晰记录，男子长期深夜无故掐扼妻子脖颈，直至对方窒息昏厥，再在一旁发出病态狂笑。第二任妻子更加不幸，婚后第8个月的血液离奇摔倒身亡。当年死亡报告标注头部撞击致死。葬礼上铁匠的所有反常举动与谋害埃尔瓦时完全一致，快速下葬，拒绝医师触碰遗体，刻意遮挡颈部伤痕，固定作案手法从未产生任何改变。当年庭审受严格法律程序约束，凶手过往2桩婚姻暴力与致死案件无法作为直接定罪证据呈上法庭。全新的终极谜题摆在后世所有研究者面前，一生困于深山，从未接触刑侦知识，全然不知女婿完整前科的玛丽珍为何能在王女下葬第4日精准知晓死者第1节颈椎断裂，为何梦境完整还原只有凶手独自清楚的全部行凶细节？难道世间真的存在游离人间的亡魂？现在请放下所有灵异传说与志怪故事，借助21世纪前沿微观行为学、认知神经科学、潜意识动力学，拆解整件事背后人类大脑的底层运行逻辑。现代科学界早已达成统一共识，人类表层意识运算速度缓慢，仅能处理少量直观表层信息，潜藏于大脑深处的潜意识却是捕捉全部细微信号算力顶尖的超级处理器。日常人们口中的直觉似曾相识，全部拥有严谨完整的科学理论支撑。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曾开展经典超感知测试，受试者浏览仅几毫秒闪过的海量杂乱图像，表层意识无法捕捉任何完整画面，仅能感知模糊光影闪烁。可脑电图监测清晰显示，大脑枕叶与杏仁核在特定危险画面出现时爆发剧烈神经电信号。直白解读便是双眼捕捉到的所有细碎细节，潜意识完整储存并自主完成逻辑推演。表层意识因耗能存在上限，自动屏蔽海量细碎线索。我们把这套成熟科学原理放回1897年那场诡异葬礼。身为极致护女的母亲玛丽珍初见特劳特的瞬间，潜意识便启动最高等级危险预警机制。葬礼3日之内，全镇民众只顾感慨铁匠流露的虚假悲痛，唯有他的双眼如同全天候高速摄像设备，完整收录所有反常微动作、微表情。第1条关键线索：铁匠不顾一切阻拦医师查验脖颈，属于心理学典型过度防御反应。潜意识瞬间解读，脖颈存在需要刻意掩盖的致命伤害。第2条关键线索：特意挑选高领长裙，加厚红围巾，直观视觉遮蔽，只为掩盖骨骼断裂的恐怖痕迹。第3条关键线索：全程持续托举王女头颅，关内填充后是枕头。物理层面唯一合理的解释，死者颈椎彻底失去支撑头部的能力，无人搀扶便会发生诡异歪斜。所有指向真相的细碎线索全部被玛丽珍完整收录。可她只是闭塞山村没有学识的普通妇人，表层意识缺少刑侦，人体解剖相关专业知识无法自主串联全部线索推导完整真相。叠加丧女带来的极致悲痛，大脑为防止精神彻底崩溃，搭建厚重心理防御屏障，把所有细思极恐的恐怖猜想全部压制在潜意识底层。可潜意识的持续运算不会停止，后台不间断拼接全部现场细节，最终推导出唯一残忍的真相。铁匠从背后施暴，硬生生扭断女儿颈椎，潜意识想要将这份结论传递给表层意识，厚重的悲痛心理屏障却阻断直接传递通。下葬第4日深夜，玛丽珍进入深度睡眠，表层意识防御机制降至最低，大脑调取一生接触的宗教民俗认知作为翻译载体，将冰冷枯燥的推理数据渲染成具象化亡魂托梦的完整梦境，
世间从来没有鬼魂踏入那间卧室。所谓亡魂，只是玛丽珍大脑整合所有观察、推导内容，构建出的三维视觉幻象。梦里头颅扭转180度的惊悚画面，是潜意识用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信号，疯狂提醒表层意识快去查验女儿断裂的颈椎。绝境之下的母爱本能能够突破人类常规思维壁垒，迫使大脑完成常人无法企及的极致算力。我们重新回看这场载入史册的特殊审判，不妨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年检察官、法官12名陪审团成员内心真的相信世间存在真实亡魂吗？19世纪末，现代科学已经逐步普及，这群受过专业法学教育的精英内心大多清楚不存在游离人间的魂魄，可他们依旧完整记录托梦全部证词，以此为合法依据推动开棺验尸，完成最终定罪。核心根源在于法律的底层逻辑，冰冷的程序条文只是执行载体，伸张正义才是法律诞生的最终目的。当年法医技术极度落后，不存在指纹、DNA 鉴定等现代侦查手段。倘若刻板剔除这份看似不合规的证词，连环杀手会彻底逃脱法律制裁，后续会有更多无辜女性惨死在铁匠的暴力之下。这场审判是时代、律法、人性之间达成的温柔默契。法庭接纳鬼魂托梦的说辞，只是借由这份特殊证词拿到挖掘真相的合法许可。这绝非迷信污染司法公正，而是冰冷法条向人性、母爱做出的温柔退让。这桩奇案留给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无关法律流程漏洞，无关虚无灵异传说，而是绝境母爱能够唤醒人体潜藏的全部极限潜能。科学界长期开展母亲极端应激潜能专项研究，无数真实案例被完整记录存档。体重90斤的瘦弱母亲看见孩童被货车压住，瞬间爆发力量抬起1吨半车辆，肾上腺素短期飙升，肌肉骨骼力量突破专业举重选手极限。4楼孩童失足坠落，母亲数秒狂奔100米，精准接住下坠孩童。物理学家测算奔跑速度，突破人类100米短跑极限纪录，这些全部拥有完整科学记录，绝非虚构传说。100多年前深山之中的玛丽珍，没有徒手抬车的蛮力，没有突破极限的奔跑速度。得知女儿含冤离世的瞬间，极致母爱激活大脑全部隐藏算力，权证人集体忽略的微小破绽，凶手耗费心力布置的层层伪装，被他在深夜依靠潜意识完整拼凑出全部真相。世间不存在凭空显灵的魂魄，那晚房间里浮现的亡魂幻象，只是一位母亲为逝去女儿燃烧全部心神催生的精神投影。那场精准到毫米的诡异梦境，不过是母亲在无边绝望之中，替死去的女儿向人间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这个世界上也许不存在高高在上的神明，但是当一位母亲察觉自己的孩子遭受伤害时，她自身就是守护孩子的神明。故事讲到这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开放式问题：在你的人生经历之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亲眼见证母亲身上爆发超乎常理的力量，或是完成常人无法做到的奇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那些温暖动人的经历。当然，单纯因为辅导作业生气责骂你的日常琐事，不在讨论范围。感谢你完整看完这期深度案件解析。如果你认可这份对母爱的解读，可以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同致敬世间所有隐忍又强大的母亲。